你们每天盯着手机里的 K 线图，看着那些红红绿绿的数字不断跳动，焦虑地计算着明天能抄底赚几个点。但在我看来，那根本不是财富的密码，那是催命的符咒。这几天，连茶楼里给我倒水的小伙计都在趁着天茶的空档，悄悄问我最近是不是该把手头的积蓄拿去抄底哪块资产。他说隔壁桌的几个老板都在聊，说现在遍地是黄金，只要敢借钱，明年就能翻身。每当连最安分守己的市井街坊都开始双眼放光地谈论抄底、杠杆、一夜暴富的时候，我就知道暴雨不是快来了，而是黑云已经压在头顶了。很多人以为所谓的2026大考，所谓的周期寒冬，无非就是资产缩水，就是手里的房子、股票价格跌去一半。你们觉得只要咬咬牙，捂着不卖，总能熬过去？错了，大错特错。你们太年轻，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绝望。真正的危机从来不是账面数字的蒸发，而是人心与信用的瞬间崩塌。你以为你手里握着的是钢筋水泥，是一纸合约，是银行账户里的一串零？不，那只是别人对这个市场的信任。当恐慌蔓延，信任在一夜之间归零的时候，再庞大的商业帝国也不过是纸糊的灯笼，狂风一吹，连灰都不会剩下。到那时候，你拿着再多的所谓优质资产，去银行连一碗吃面的现金都换不出来。别人看你的眼神不再是羡慕，而是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你，这才是最深层的恐惧。今天这壶茶的时间，我不讲那些虚无缥缈的宏观经济，不讲什么 CPI 通胀率，我跟你讲透几个我用了60年的笨方法，特别是最后一个关于底线的原则，能在关键时刻救你的命，保全你的家族。我在商界看了这60、70年，从当年做塑胶花工厂的小工起家，经历过战乱贫穷，也见证过无数次金融风暴席卷亚洲。老一辈的商贾曾经教过我一句话：闻不到血腥味就别下海。现在的人日子过得太安逸了，总以为冬天过了，理所当然就是春天。但大自然的规律里，有些冬天是极度漫长，而且是会冻死人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大考，它不是要温和的洗牌，它是要残酷的洗人，洗掉那些靠运气借来的钱，洗掉那些德不配位的野心，洗掉那些永远不知道敬畏为何物的狂徒。外面的媒体总喜欢叫我大佬超人，给我戴上各种高帽子。其实哪有什么超人，我只不过是一个挨过饿、见过生死，比你们任何人都更怕输、更怕跌倒的老头子罢了。因为怕死，所以我从来不去赚市场上的最后一个铜板。因为怕死，我总是习惯在艳阳高照，所有人都还在狂欢的时候，默默地爬上屋顶，把残破的瓦片修补好。你得明白，财富的流转从来不是看你顶峰时能赚多少，而是看你在谷底时能活多久。这个道理听起来像是一句没有营养的废话，但这是我亲眼看着无数曾经叱咤风云的老友从高楼跃下，从大亨沦为老赖后，用血泪换来的铁律。所以我常说，好景时留伞，坏景时撑伞，等雨浇在头上了再去买伞，那叫案板上的肉。这几年外头风言风语很多，有人说我老糊涂了，把手里好好的会下金蛋的资产几百亿、几千亿地往外抛。有人说我失去了当年的雄心，胆子变小了，连这点市场波动都扛不住。听到这些话，我通常只是一笑置之。岸上的人永远不懂海里暗流的凶险，他们看的是资产的估值，我看的是资产的流动性。估值说白了就是一个数字，是别人在心情好的时候愿意给你开出的虚拟价码。但流动性是什么？是你半夜3更突发疾病，能不能立刻叫到救护车的
那笔救命钱。我做生意起步的时候，那是在香港街头巷尾讨生活。那时候的香港，什么生意最难做？卖雨伞。你想啊，晴天的大太阳底下，谁会去买伞？伞贩子为了清库存，价格压到最低，大家都嫌碍事。可是，一旦到了台风天，黑云压城、暴雨倾盆的时候，你去街上看，一把普通的雨伞价格能翻10倍、20倍，而且你就算捧着一堆钞票，也未必能买到一把不漏水的伞，因为那时候伞不是用来遮雨的，是用来保命的。资产和现金的关系就跟晴天的伞一样，在经济好的时候，到处都是热钱，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股神，所有的资产都在疯狂升值。这时候你手里捏着现金，别人都会笑你傻，但是这就是最致命的幻觉。这时候的资产就像是暴风雨来临前被热气球吊在半空中的生猪，风向一变，摔下来就是粉身碎骨。所以我抛售资产从来不是因为我不看好这片土地，我只是在做一个最基础的防守动作，在天气最好的时候，把那些沉甸甸的石头换成最轻便的，能在暴雨中撑开的雨伞。那些嘲笑我卖飞了的人，根本不懂什么叫周期。照诺亚方舟，绝不能等到下雨的时候才开始钉木板。等雨点打在你脸上的时候，木头已经湿了，钉子生锈了，造出来的船也是会漏水的。当所有人都被贪婪蒙蔽双眼，疯狂加杠杆往里冲的时候，你能不能忍住内心的焦虑，坚决地把筹码换成现金，退到一旁？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前布下这个防守局，不是为了赚得更多，而是为了活得更久。只要你还留在牌桌上，当冬天过去，遍地都是便宜的优质资产时，那才是你真正出手的时候。说到防守，很多人以为就是胆小，什么都不做。错了，最高级的防守，往往是在你最想赢、最能赢的时候，硬生生把拔出来的刀插回刀鞘里，这滋味不好受的。那应该是90年代中期的事情了。那时候的市场和现在有些相似，只要你敢借钱，闭着眼睛买，什么都能涨。当时我看中了一块非常核心的项目，准备了整整半年，但在最后关头，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我们暂且叫他雷老板吧。雷老板当年风头极盛，做进出口起家，后来疯狂加杠杆搞地产并购。他不知从哪里融来了一笔天量的短期高息资金，直接放出风声要在这个项目上狙击我，甚至扬言要把我的几家核心公司一起吞下去。当时我们公司的年轻高管们都气疯了，嚷嚷着要调集所有现金储备跟他决一死战。拍卖前的一天晚上，雷老板约我喝茶，包厢里弥漫着雪茄和洋酒的味道。他坐在沙发里，手腕上厚重的金表砸在玻璃桌面上，特别刺耳。他盯着我，眼睛里全是红血丝，那是赌徒准备把老婆孩子都押上赌桌的眼神。他笑着对我说：“这块肉我看上了，我的资金池深不见底，你跟我耗下去只会伤筋动骨，不如现在退出。只要我点个头，我们账上的现金流绝对有实力陪他玩到底，甚至能反过来把他耗死。”但我没有发火，我只是平静地喝了一口茶。为什么？因为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我在心里算了一笔账。我看的是他的呼吸频率，他拿烟的手指在发抖，他说话的语速快了半拍，而且他的资金性质是用几个月就要还的高息过桥贷款，去砸一个需要5年才能回本的重资产项目。他买的不是优质资产，是一颗倒计时的炸弹。我笑着对他说：“雷老板既然这么有兴致，这块地我退出，祝你生意兴隆。”回到公司，我下达了使命令，全面退出争夺，并把我们手里几个杠杆率偏高的边缘业务立刻打包折价卖掉，换成现金存进银行。总经理拍桌子问我为什么当缩头乌龟，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话：“
做生意不是赌气。当别人拿着借来的筹码在悬崖边狂欢时，你最聪明的做法就是退后3步，把舞台全部让给他。这退后的这3步让我背负了无数的嘲笑，但不到2年后，1997年的秋天，亚洲金融风暴来了，银行疯狂抽贷，热钱瞬间消失。雷老板那个天价项目成了烂尾楼，他的商业帝国像扑克牌城堡一样全塌了。他破产前的一个深夜，下着很大的雨，浑身湿透的跑来敲我家的大门。他几乎要给我跪下，求我借给他一笔救命钱，说愿意把公司1半的股份白送给我。你看，生死存亡关头，价值100亿的资产连1个月的现金流都换不来。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但我还是摇了头。我的钱是几万名员工的保命钱，我不能拿他们的命去填无底洞。类似的事情在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金融海啸时又重演了一次。那时候连最稳妥的投资机构都在兜售所谓的高回报理财产品，很多人连那些产品底层包装的是什么垃圾债券都不知道，就因为贪图那多出来的几个点利息，把全家的养老钱都砸了进去。危机爆发的那天，我在中环的办公室里看着楼下崩溃痛哭的人群。这2次危机教会了我同一件事，而我们公司正是因为提前抛售了不良资产，手握充沛现金，不仅安然度过寒冬，还在隔年用不到1/3的价格接手了市场上大量优质资产。这就是防守的回报。不赚最后一个铜板，不是因为慷慨，而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那枚铜板下面是不是万丈深渊。很多普通人听完大老板破产的故事，觉得与自己无关，但雪崩的时候，最先被埋的往往是山脚下毫无防备的普通人。当大企业断臂求生，这股寒气很快就会传递到普通人的饭碗上。裁员、降薪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普通人的防守局第一步该怎么走？2个字：减资。你看过冬天结冰前的果树吗？老农夫会在深秋把看似繁茂但不结果子的枝条狠心剪掉，因为冬天养分稀缺，不剪掉整棵树都会冻死。普通人现在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握着太多吸血的虚荣资产，为了中产标签贷款买的豪华车，每个月光保险和利息就在吸血。为了面子硬撑着不赚钱的连锁店，每天一开门就是在亏损。面子是太平盛世的奢侈品，现金才是过冬保命的厚棉袄。为了别人的眼光掏空自己的口袋，是最愚蠢的生意。从现在开始，拿出一张纸，把你每个月的固定支出一笔笔列出来，把那些不产生正向现金流的项目毫不留情地砍掉。店面不赚钱立刻关，哪怕亏掉装修费也要把押金拿回来。壮士断腕总比失血过多死掉好，手里多留10万现金，明年你就能靠它翻身。把自己变成一块实心的木头，卸下多余的负重，只要手里有支撑2-3年的纯现金，这场大考你就及格了一半。但有了现金，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手痒。这是我给你的第2个建议，强迫自己做一个笨人。很多人看着资产跌了3成，就觉得撞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想去抄底。这种想法害死了太多聪明人。在流动性枯竭的极端行情里，跌了30的资产还能再跌掉70，底下面还有地下室，去接往下掉的飞刀，下场只有满手鲜血。笨人是什么？就是承认自己看不懂底在哪里，把钱捂住什么都不做。这违背人性，但你得明白自然规律。种树的老农夫春天把种子埋进土里，绝对不会天天刨开泥土看有没有发芽，天天刨根，树必死无疑。财富增长也是一样，聪明人总想着在刀尖上舔血，却往往死于半山腰的抄底。笨人只在满地狼藉时默默捡起种子，
把剩下的事交给时间，把那些天天弹跳红绿数字的交易软件删掉吧。你现在唯一要做的投资就是投资你的本业。打工的把工作做到无可替代，做生意的维护好最核心的老客户，保住稳定的现金流收入，你就击败了90%的人。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手里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吗？有这张底牌，叫做你的信用。现在人总以为资产是厂房、设备，但在老一辈眼里，真正的资产是人心。当年我做塑胶花工厂时，有个供应商华舒，他进了一大批原纸，准备大干一场，结果一场无名火烧光了仓库，还欠下我们一笔巨款。大家都以为他会跑路，结果有一天凌晨，他浑身是灰走进我办公室，掏出一个旧账本和他老婆当年的金手镯抵押给我。他说只要命还在，去码头扛沙包也一定还清。这就叫信用。当实体资产化为灰烬时，一个人的担当就是最坚硬的抵押品。我没收金子，让他在我工厂上班，扣工资还债。5年后他还清了债，我亲自借钱给他重新开厂，把钱借给一个死守底线的人，稳赚不赔。破产只能清零你的财富，但失信会清零你的人生。当所有资产化为泡影时，你这个人就是最后的护城河。如果在未来2-3年你真的遭遇打击，千万不要逃避，不要换电话号码，不要玩失踪。欠银行的主动走进银行经理的办公室去协商延期方案，欠朋友的哪怕每个月还1000也要打过去，坦诚告诉债主你的困境。只要信用还在，那些没被你欺骗的人，未来都会成为你东山再起的贵人。跟你们聊了这么多防守保命，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这世上最无情的对手，不是金融巨鳄，也不是周期寒冬，最无情的对手是时间。外界总猜测我抛售资产是在布惊天大局，哪有什么大局？我不过是在演练一项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功课——下牌桌。做生意和打扑克很像，年轻时总想 all in 赢光所有筹码，以为牌局永远继续，但赌场的灯总有熄灭的一刻。时间的荷官敲响下班钟声时，你带不走桌上任何一枚硬币，能留下来的只有别人对你的评价和你为后代留下的余音。赢下整场牌局的最高境界，不是把桌上的筹码全部赢光，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平静地推开椅子，转身离场。我不赚最后一个铜板，是因为我知道那枚铜板是留给下一个时代年轻人的。我把资产换成现金留给家族，把信用留给社会，然后退到一旁，看着你们在新的牌局里继续搏杀。这就是我一个老派实业家能给世界留下的最后一点体面。2026年的风或许会比想象的更冷，我已经把我的伞撑开了。那么你呢？当这场漫长的寒冬真正降临的时候，你打算拿什么来取暖？这退后的这3步，在当时的香港商界让我背负了无数的嘲笑。那段日子，雷老板在市场上大出风头，他顺利拿下了那块核心地皮，随后又急着这股气势，疯狂并购了几家上下游的公司。他的名字天天登在各大财经报纸的头版头条，被媒体吹捧为新一代的并购狂人、地产大亨。那时候，连我身边跟了我10几年的老伙计，在看报纸的时候都忍不住叹气，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错过了一个100年难遇的黄金时代，是不是真的老了、胆怯了？但我每天依然照常去茶楼喝茶、看报，然后回到办公室，死死盯着公司财务部交上来的报表，把每一笔回笼的现金都死死地锁在银行的保险箱里，绝不允许任何人轻易去做任何扩张。时间就像一个不带任何感情的裁判，慢慢走到了那1997年的秋天。那场风暴，你们后来在教科书上都学过，叫亚洲金融风暴。
但在当时，它绝对不是书本上几个冷冰冰的名词，它是一台实实在在能把人骨头都碾碎的绞肉机，几乎是一夜之间风向全变了。国际炒家大举做空，股市汇市双双暴跌，银行开始疯狂的抽贷，原本市面上随处可见的庞佛永远也用不完的热钱，就像是被烈日瞬间烤干的水洼，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靠着借新还旧，玩着10个锅子9个盖游戏的聪明人，突然惊恐地发现，他们手里的盖子一个都找不到了。雷老板就是第一个被无情卷进这台绞肉机里的人。他那个天价拍下来的项目，因为后续银行的贷款突然中断，资金链彻底断裂，直接成了一大片长满荒草的烂尾楼。那些给他放高息过桥贷款的地下钱庄和债主，天天带着人堵在他公司和别墅的大门口。曾经不可一世的商业帝国，就像一座用扑克牌搭起来的宏伟城堡，风轻轻一推就全塌了。他破产前的一个深夜，香港下着极大的暴雨，我一个人在书房看书，突然听见门铃狂响。管家开门后，我看到雷老板一个人站在门口，连个撑伞的司机都没带。他浑身湿透，名贵的定制西装紧紧贴在身上，滴着泥水。那个曾经坐在包厢沙发上，拿着厚重金表砸桌子，夹着古巴雪茄傲视群雄的男人，此刻头发凌乱，眼神涣散。我请他进来，给他倒了一杯热茶。他2只手紧紧握着那个小小的茶杯，抖得连里面的茶水都洒在了昂贵的地毯上。他扑通一声，几乎要给我跪下，声音嘶哑地求我借给他一笔救命钱。他说，只要能帮他撑过这个月，把眼前的利息还上，他愿意把公司1半的股份，甚至名下的所有别墅全部白送给我。你看，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曾经估值100亿的所谓优质资产，竟然连1个月的现金流都换不来，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没有胜利者的骄傲，只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悲悯。但我还是缓缓地摇了头。我对他说，雷老弟，不是我不帮你，你捅下的窟窿太大了，那是违背了商业常识留下的无底深渊。我手里的钱是跟着我吃饭的几万名员工的保命钱，是他们每个月的房贷和孩子的学费，我不能拿他们的身家性命去填你的无底洞。他听完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把那杯已经变温的茶一饮而尽，然后失魂落魄地转身，重新走进了那场庞佛永远也不会停的暴雨里。从那以后，商界再也没有了这个人的名字。而我们公司呢，正是因为提前抛售了不良资产，手握充沛的现金流，我们不仅安然无恙地度过了那个让无数人倾家荡产的寒冬，甚至在危机最严重的隔年，用不到原来1/3甚至1/5的价格，从容接手了市场上大量因为资金断裂而被拍卖的优质地段和项目。这就是防守的终极回报。很多人总问我，做生意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其实哪有什么秘诀，无非就是克制人性的贪婪。不赚最后一个铜板，不是因为我大方慷慨，而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那枚闪闪发光的铜板下面是不是万丈深渊。当行情好到连街边卖菜的阿婆、开出租车的司机都在兴奋地教你怎么买股票、怎么炒房子的时候，就是你该安静离场，把筹码全部换成现金的时候，把最后那点利润留给别人去赚吧，同时也把最后那致命的风险留给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面对2026年这场即将到来的大考前，我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把手里上千亿的资产平静地抛售出去。这不是逃跑，这不是认输，这是为了在下一个真正的春天到来时，我还有资格、有筹码
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张牌桌上。故事讲到这里，你们可能会觉得，这都是我们这些所谓大老板、大企业家的游戏，跟你们手里只有几十万、几百万积蓄的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只不过是财经报纸上的一条冷冰冰的新闻。但当这股寒气顺着产业链传导下来，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就是一个家庭的破碎，是裁员，是降薪，是房贷断供，是一辈子翻不了身的沉重债务。接下来，我要结结实实地告诉你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个正在艰难维持小公司运转的创业者，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寒冬里，你到底该怎么布下属于你自己的防守局？普通人的防守局，第一步，2个字：减资。你看过冬天结冰前的果树吗？有经验的老农夫会在深秋的时候拿着剪刀，把那些看似繁茂、枝叶翠绿但不再结果子的枝条全部狠心剪掉。为什么？因为冬天土壤里的养分和水分极度稀缺，如果让这些无用的枝叶继续消耗根部的营养，整棵树都会在严冬里活活冻死。普通人现在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手里握着太多吸血的虚荣资产。什么叫虚荣资产？就是那些每个月都在无情消耗你宝贵的现金流，却只为了在亲戚、朋友、同行面前撑面子的东西。比如，你为了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标签，咬紧牙关贷款买了一辆50万、100万的豪华车，车子停在车库里，每个月的车贷、高昂的保险、保养费和油钱，就像抽血机一样抽干你原本就不多的结余。再比如，你开了一家小餐厅或贸易公司，明明第一家店的利润已经在严重下滑，你却为了在同行面前充个连锁店老板的胖子，硬着头皮去借高息贷款开第2家分店。糊涂啊！面子是太平盛世的奢侈品，现金才是过冬保命的厚棉袄。为了别人的眼光去掏空自己的口袋，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生意。我给你的第一个实操建议是，从今天晚上你看完这段话开始，拿出一张纸，把你和你的家庭或者你的公司每个月所有的固定支出一笔一笔地列出来，把那些不产生正向现金流，甚至还在持续失血的项目毫不留情地砍掉。如果你是个小老板，店面不赚钱，立刻关掉亏损的业务，哪怕亏掉之前几十万的装修费，也要把剩下的押金和设备折现拿回来。壮士断腕总比失血过多死掉好。你手里多留10万块的纯现金，明年市场大洗牌的时候，你可能就能靠这10万块重新翻身。学会把消费降级，这不叫丢人，这叫战略性收缩。但有了现金，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手痒。这是我给你的第2个建议，在这个阶段强迫自己做一个笨人。很多人看着新闻说哪里的房子跌了3成，哪只曾经的股王跌了1半，心里就像长了草一样。他们觉得自己撞上了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觉得现在冲进去把这些打折的资产买下来，等过2年经济一复苏，自己就能实现阶级跨越。这种自作聪明的想法害死了太多人。你以为跌了30%就是底了？在流动性枯竭、恐慌情绪蔓延的极端行情里，原本跌了30%的资产还能再跌掉70%，底下面还有地下室，地下室下面还有18层地狱。去接那把正在往下掉的飞刀，下场只有一个，就是满手鲜血。笨人是什么？就是承认自己看不懂市场的底到底在哪里，承认自己没有逆天改命的运气，然后把手里的钱死死捂住，闭上眼睛什么都不做。这其实是极度违背人性的。人总是喜欢动，觉得做了点什么才算是在努力，但你得明白自然界的规律。你看那些种树的老农夫，他们春天把种子埋进土里，
浇点水，然后呢，他们绝对不会每天早上跑去把泥土刨开，看看种子有没有发芽，因为天天刨根，这棵树必死无疑。财富的增长和种树是一模一样的道理。聪明人总想着在刀尖上舔血，却往往死于半山腰的抄底。笨人只在满地狼藉时，默默捡起种子，然后把剩下的事交给时间。把你们手机里那些天天弹跳红绿数字的交易软件删掉吧。你现在唯一要做的投资，就是投资你自己的本业。如果你是打工的，就把手头的工作做到极致，做到无可替代，让老板在裁员名单上最后一个想到你。如果你是做小生意的，就想尽办法维护好你最核心的那几十个老客户，能保住稳定的现金流收入，你就已经击败了市场上90%的人。但是如果有一天2026年的风暴真的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你手里的现金也耗光了，生意也破产了，到了真正的山穷水尽之时，普通人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吗？有，那是一道哪怕天塌下来也能保证你日后东山再起的终极底牌。这张底牌叫做你的信用。现在的人做生意总以为资产就是厂房、设备、代码、流量，但在我们老一辈实业家的眼里，这些都是死的。真正的资产是活生生的人心。当年我刚起步，还在做塑胶花工厂的时候，那时候的日子苦，工厂里几十台老旧的注塑机日夜不停地轰鸣，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热塑胶味。我每天在车间里跟着工人一起熬夜，一天睡不到4个小时。当时我有一个专门供应包装纸盒的合作伙伴，叫华叔。华叔为人老实，做事勤快，但运气不好。有一年年底，他刚进了一大批昂贵的原纸，准备大干一场。结果一场无名火把他的仓库烧了个精光。那场火不仅烧光了他的全部身家，还让他欠下了包括我在内好几个厂家一笔巨额的货款。所有人都以为华叔会跑路，或者半夜去跳海。那几天，好几个债主急得拿着砍刀去他家堵门。结果有一天凌晨2点，我正在工厂里盘货，华叔一个人浑身全是灰尘和烟熏的黑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没有哭，也没有下跪，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包得严严实实的旧账本，还有一对沉甸甸的金手镯，那是他老婆当年的嫁妆。他把东西放在我桌上，看着我的眼睛说：“老板，我现在是身无分文了，这点金子你先拿去抵利息，账本上每一笔欠你的钱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只要我这条命还在，我哪怕去码头扛一辈子沙包，也一定连本带利还给你。”什么叫信用？这就叫信用。当所有的实体资产都化为灰烬的时候，一个人的担当就是他最坚硬的抵押品。我当时把那对金手镯推了回去，没有收。我跟他说：“华叔，金子你拿回去给老婆防身，你不用去扛沙包。我工厂里正好缺个管调度的领班，你明天来上班，欠我的钱从你每个月的工资里慢慢扣。”后来呢，华叔在我这里干了5年，还清了所有的债。第6年，我亲自拿出一笔钱借给他，帮他重新开了纸盒厂。因为我知道，把钱借给一个跌入谷底却依然死守底线的人，这笔投资稳赚不赔。破产只能清零你的财富，但失信会清零你的人生。当所有的资产都化为泡影时，你这个人就是最后的护城河。我们再来看看现在的一些聪明人，公司刚一出问题，第一反应不是怎么解决，而是怎么转移资产。和老婆办假离婚，把房子过户给亲戚，然后2手一摊，做一个老赖，甚至换个电话号码，把所有的债主和供应商都拉黑。他们以为自己很聪明，以为逃过了一劫，但他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秘密是藏得住的。等到寒冬过去，市场重新洗牌，遍地都是机会的时候，
谁会愿意跟一个遇到困难就跑路、欠钱不接电话的人合作？你等于提前宣告了自己人生的社会性死亡。所以，如果在未来的2、3年里，你真的遭遇了不可抗力的打击，请你记住，千万不要逃避。欠了银行的钱，主动去协商延期；欠了朋友的钱，哪怕每个月只能还1000块，也要按时打过去，接每一个债主的电话，坦诚地告诉他们你的困境。只要你不倒下，只要你的信用还在，那些曾经被你欠过钱却没有被你欺骗的人，未来都会成为你东山再起的贵人。跟你们聊了这么多防守、保命，其实无论我们怎么防守人生这场大局，总有一天是要下牌桌的。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这世上最无情的对手，不是那些拿着几百亿资金在市场上狙击你的金融巨鳄，也不是2026年即将到来的什么大周期、大寒冬。最无情的对手是时间。外界总在猜测，我抛售1000亿资产，是不是在布一个今天的大局？其实，哪有什么今天的大局？我不过是在演练一项每个人最终都要面对的功课。下牌桌做生意和打扑克很像。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运气好，技术高，把把都想 all in， 恨不得把桌上所有的筹码都揽进自己怀里。我们总以为牌局会永远继续下去，但你得明白，无论你手里捏着多好的牌，无论你赢了多少筹码，这家赌场的灯总有熄灭的那一刻。当时间的荷官敲响下班的钟声时，你带不走桌上的任何一枚硬币，你能留下来的只有别人对你这个人的评价，以及你为家族、为后代留下的那一点点遮风挡雨的余音。赢下整场牌局的最高境界，不是把桌上的筹码全部赢光，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平静地推开椅子，转身离场。我不赚最后一个铜板，是因为我知道那个铜板不是留给我的，那是留给下一个时代的年轻人的。我把资产换成现金，把现金留给家族，把信用留给社会，然后安安静静地退到一旁，看着你们在新的牌局里继续搏杀。这就是我一个老派实业家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一点体面。2026年的风或许会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冷，我已经把我的伞撑开了。那么你呢？当这场漫长的寒冬真正降临的时候，你打算拿什么来取暖？